为什么阿志那么黑？因为阿志是有在健那个运动的人吧，所以皮肤比较偏黑一点嘛，没办法。两位知道今天在干嘛吗？画画。没错啊，今天就是要画画啊。那你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画角色啊，英雄联盟角色啊。这样说对半。今天你要画的是火龙，你要画阿志，还有你认为阿志最喜欢的英雄。那阿志你要画火龙，你觉得火龙最喜欢的英雄？对，没错。今天的企划就是长这样子 ，OK。完了，要怎么画？所以我们可以上次我就只画你的头发，我完全不会画。你对自己的画画功力有没有自信？台湾毕卡索。台湾毕卡索。抽象的意思吗？别人永远看不出我在画什么。真的看不懂，别。然后鼻子要这样画，你看，哇，真的。第一轮常规赛打完，你对于就是整体队伍的表现，你认为如何？没有很好吧，就输了2场不该输的比赛。我觉得 PSG 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还算还有进步空间吧，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讲，肯定是还没到我们自己的期望值啊，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应该是有3个很有经验的选手嘛，可以带着那个比较没有赛事经验的选手去打，应该是最大的优势。你觉得谁是 ECS 最强上单？ECS 最强上单，阿志。那当然是我们龙哥啊，因为基本上打线基本上都不会输啊，基本上都是有赢的，打线基本上都是算小赢，不管怎么样都是有赢的，所以当然上路就是看打线的嘛。那你觉得 PSG 最强上单是谁？PSG 最强上单，那当然是我啊，不是，当然是火龙啊，最强上路就是火龙啊。PSG 跟 PCS 最强上路都一样。把画拿起来，然后立起来给象棋看，然后解释说你画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为什么。这个是阿志，这个是关的剪刀，这是关，是吧？很像吧？为什么阿志这么瘦？阿志就很瘦，我用那种描述法来。为什么阿志那么黑？因为阿志是有在健那个运动的人吧，所以皮肤比较偏黑一点嘛，没办法。你解释说你画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为什么？我画了那个哈娜比嘛，那这个是船长。为什么哈娜比脸上有个 T？ 哈娜比脸上有个 T， 代表塔隆啊，所以哈娜比脸上有个 T。然后因为哈娜比今天穿蓝色的衣服，也是塔隆的衣服。也是塔隆的衣服。要准备中断 PSG 的13连胜了，战歌响起，恭喜 CFO 拿下本场比赛，也恭喜 CFO 加入到这个前段班10胜的行列里面。我想问一下 CFO 那一把，
为什么队伍最终没有能够打赢 CFO？我觉得我们打 CFO 那把就可能中路前面出现一点失误，然后前面中也就有点难玩，加上我在边线也一直失误，然后被抓，然后后面团战也打得不够好，不然应该是有机会逆转的，就有点可惜。我觉得 CFO 那场比赛他们5个人都打蛮好的，毕竟他们5个人就都有合作去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把我们的失误给拿下，然后拿下那场比赛。Unify 也没了。这一波 CFO 大举进攻，在一个钢铁公社 ，Rest 目标是往到贝身上轰过去，由东山拿到一个 double kill， 贝的今天结束之后再收一颗人头。我们接下来打 BYG， 那是肯定把握住这次的机会赢下他们。毕竟上次打他们是第一场嘛，所以可能还没有准备的那么充足。我觉得打 BYG 是有机会的，因为任何比赛就都是无开的嘛，就看谁打得好而已。来钓鱼了，来钓鱼了，钓到鱼了 ！EQ 把评委给串起，人头落地了，变成大纳尔的形态来阻断暗 P 下来的路线。结果火龙这里是选择狂笑猛击，先推了个大墙壁，然后威尔哥下来直接被秒杀。霸龙进入的是 PSG 的手中，后面盖上来的竞技场直接把评委给盖住，掉了闪现，但凯运还在追击一个保牌角色，应声完成的是一个冲牌。这个 Taco 呢是手握巨剑，想绕被砍。一个日本身膀照下来，这样抛不下来，是一波的 all in。费斯选择是强行进到了九汉的身边，想硬杀。Unify 是交了自己的闪现跟往后拉的加速，被凯运给保了一手，羽毛有拉到倒钩，但没中，还可以轰出自己的2杀火箭。然后前面的凯运在顶，但哈纳比怎么在 BD 直接 BD 结束到底，27分10秒的时间被 BD 结束了。要钱，开捡日轮圣芒就大在了小亮的后面，在一个太阳之间直接插到小亮被剪死。那现在是 BYG 可以反手围攻的局面了，往前一清到凯运。这边的话，哈纳比想要开劫，往前一个日轮圣芒，加上的是拂晓盾击定在小亮的身上，然后侧边Unify的烟火爆炸并没有打到，往前一踹是踹到了 BYG 的很多人，然后接着是暗夜光束的晋级，最后还是由 PSG 拿下了团战的胜利。这曹操全部冲进来了，小蓝硬笔操作，但最后 Unify 有 GA 换掉了挖口 ，PSG 拿下了胜利。换玉的2段没有刮到恩豪，在右边的位置 ，ICU 抓到一波绝招，把凯运给秒杀。不过此时五雷轰顶，哈拉比这把这边给电烂了。哇，这里要开，想上车啊，想上车，车不行了，对面追进来了，还好，还在点门口有挡住 ，ICU 还在走位。但下一发的子弹可能要来了，哇，是大管的呀，谁跟你小子弹啊？哎呀，我这发大炮大管的送你回家。哇 ，HG 在本次春季联赛的最后一场对决是维克斯一人生还。PSG 再等大家，哎呦，要躺得明白，要躺得安心，5个要躺在一起再结束比赛。我们恭喜 PSG。这一周来讲的话，最困难的队应该是 BYG 吧，因为只有 BYG 有机会跟我们打的5-5开啊，其他2队的话就可能前期就已经输太多了。这一周打了3支队伍里面，肯定是 BYG 对我们来说棘手一点，因为 BYG 之前就已经赢过我们1次了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去年已经打了很多的比赛了，两边都已经很熟悉互相的这个 BP 了，所以就打得比较棘手一点。就是当你在跟教练一起看比赛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就是教练他们最大的担忧会是什么？最大的担忧可能就是沟通没有到位吧，或者是还有一些决策方面的问题，就可能想法不同，然后可能没有及时做出应对。我觉得我们在打 BYG 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打了非常多失误了，但是他们就抓紧我们的失误，然后把他们的劣势给扳回来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打得非常不好，然后就是赢得很丑这个比赛。队伍的表现应该现在来说，应该是
标准吧，就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吧。然后在季后赛的话，就可能沟通还有中后期的营运方面，主要要去努力的方向吧。我觉得我们现在队伍状况并不是很好，就失误还是有点多，希望在季后赛之前能把自己的失误减少。觉得季后赛会遇到最艰难的挑战应该会是打 J Team 的时候，因为 J Team 看起来状况现在特别好，加上他们中野看起来是联动的非常的，算是细节在 PCS 里面是最多的，所以是比较麻烦的队伍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点赞并订阅，谢谢大家。